這是山東最牛的區級博物館，藏品有西漢兵馬俑、春秋青銅俑鐘、全套漢代編鐘、编磬，還有元代磚雕木壁畫。这个藏品水平在全国的区级博物馆赛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水準，保5争3問題不大。它就是位於山東濟南的章丘區博物館，也是一家1級博物館。我們今天就來到這邊，把這家精彩的博物館速通一下。大家好，我是徐工，這次一定點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看我目前在這個地兒是山東濟南的章丘區博物館，區博物館啊，這是一個區博物館。看這個陣仗，一會兒咱們再好好的逛一逛這兒。我是2025年4月過去的，停車費2元1小時，然後走進大門開始參觀。先進入館藏文物精品展，開頭介紹的是瑞福祥，這是孟家在濟南創辦的老字號，主營綢緞百貨發了家，如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然後是一大組磚雕壁畫，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展示夫妻恩愛場景的開房宴壁畫，這是宋金壁畫中的常見場景。眼前這元代壁畫則完全繼承了宋金墓的畫風，至於手持掃帚的人站位就比較靠外了，其地位一目了然。與之對稱的則是臥睡圖，不知是何方神聖給睡在這兒了。再往後是一組青銅器，不過沒什麼重器，都是小件。我們平時都看商周青銅器居多，今天換換口味，看一件明代青銅投壺，這是士大夫宴飲時玩的一種投擲遊戲。如今我們在漢服同袍的雅集中還經常能看到這種玩法。然後是一大組漢代陶器，造型豐富多樣，其中包括一件陶犀牛，可見當時的犀牛也是常見動物。此外還有一件陶案，這是把現實中的桌案都給複刻到墓中世界了。館藏文物精品展廳就看到這裡，下面我們進入章丘歷史文物展廳。著名的春秋青銅俑鐘就在這個展廳裡，它上面立着一個俑柱，所以整個鐘就叫做俑鐘了。此外下半部分也立着很多柱狀裝飾，浮雕花紋包括蝌蚪紋、獸目交連紋以及熟悉的盤龍紋。而出土這件文物的地點則是章丘東部的桃花山。根據專家考證，這裡大概率是管仲昔日的祭天場所，而這件俑鐘所屬的銅鐘自然也是祭天儀式的一部分了。後一件重要文物是戰國時期彩繪灰陶燈形器，主要看它上邊的花朵形燈座，這就是真正用來點燈照明的地方。下一個重點是洛莊漢墓展廳，墓主是西漢諸侯王，一般認為是呂國國王呂台。現場展示了隨葬坑的布局圖，如果覺得它不清晰，還可以看牆上的布局圖。王侯出門必有車駕，現場以漢代流行的黑紅二色對王侯車駕進行了復原。雖然車是復原的，但現場的黃銅鎏金當爐可是正八經的西漢文物。當爐又名當爐，顧名思義就是裝飾在馬額頭上的飾品。再往後是洛莊漢墓出土的全套編鐘，一共19件，其中有5件是偏大的俑鐘，也就是現場這些位置靠前的長脖子大鐘，後面個頭小一些的是鈕鐘，上面只有一個固定用圓鈕。雖然原有的木架已經朽壞，但鐘體的鏽蝕程度很輕，而且音色還很好，所以也常被人稱為漢代第一鐘。當然文物中只能看不能敲，如果實在想敲的話，可以敲一下現場的複製品，這個是給遊客敲着玩的，也不知道是誰手那麼重，2錘子還給敲碎一個。再往後是一整套的編磬，這是一套實質樂器，它常與編鐘共同出現，也是宮廷重要樂器中不可或缺的一員。離開展廳前，記得看一眼西漢的墓鐘石雕，其中有熟悉的撲手銜環，在這裡僅以浮雕形式出現。此外還有羊頭浮雕，它在我們的文化中代表的是吉祥的寓意。下面來到車馬威儀微山漢墓展，其墓主為西漢濟南國王劉辟光。我們開頭所提到的漢兵馬俑就是從這邊出土的。微山兵馬俑的排列結構是按照漢代貴族車馬出行的配置而制作出來的。在此處文物出土之前，人們只是從畫像石上看到類似的場面，但在此之後，人們總算是看到了更立體的模型。其中 C 位的那處空車，想來是給這位濟南國王本人所預備的車架了。其中有那麼一輛車被單獨拎出來展覽了，我們不難發現它還是雙元車，結構相對來說更穩定。但後面的陶玉車俑就屬於是單元車了，它只有中間一根圆。再往後還有陶擊鼓俑，這姿勢看起來像是核心力量很強的樣子。另外在博物館的末尾還解釋一下，
為什麼墓主一般被認為是劉辟光？因為這位參與了七國之亂，並死於非命，而現實中的這處墓穴也是沒有建設完的，相當於是只給反賊留了個半成品，見多少算多少，這當然是合情合理的。以上便是我們在章丘區博物館所見到的馆藏寶物，當然現場的珍貴藏品並非只有我列舉的那幾件，其實還有很多很多，這就要靠各位到現場去發現了。當你到了山東之後，就會發現山東省的1、2、3級博物館累計有189家之多，是全國之最。在這樣的一個博物馆大省，章丘區博物館以區博物館的級別，竟然能躋身1級博物館的行列，其硬實力可見一斑。我們在今天的旅途中已經初步見識到了它的硬實力，那便是齐魯大地豐沛文物的冰山一角罷了。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許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